我是茅山传人，却被樱花国的阴阳师追杀。他们扬言不出3天就能取下我的人头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还有个身份是阴司判官。我反手就把他们老大送去了阴间挖土豆。华夏境内，倭贼进行。半夜2点，海边浅滩，微风不燥，鬼影绰绰。2只小鬼蹲在一起，叽叽喳喳聊着天。嘿嘿嘿，那人要死了吧？那么多人要害他，他肯定要完蛋了。是呀，那么多坏人，那姐姐肯定不是对手。谁呀？我冷不丁插了一句。2只聊天的小鬼懵住了。这是2只淹死鬼，年纪不大，不知道死了多久，头上长满了海草。此时被我吓得一颤，海草随风飘摇。小女鬼瞪大了眼睛，你能看到我们？另一只小男鬼夸张的大喊：哎呀呀，不得了嘞，这人能听到鬼说话。我神秘地道：当然能听到，另外我告诉你俩一个秘密。什么？我抽出桃木剑，挽了个剑花，冷声道：本人当代茅山传人，砍死的鬼比你俩喝过的水都多。啊！2小只惊恐尖叫。然后我的秘密就是我喜欢开玩笑。我笑道：现在告诉我吧，是什么人想害我？我好奇地揪了揪2人头上的海草。半分钟后，我们是在海里听到有人说要来杀你，地址就是这个地方。那些人会说八嘎，一听就不是好东西。他们要来找你了，他们要来找你了，时间就在今天晚上。几个人？3个。小女鬼信誓旦旦地说。不对，28个。小男鬼比了2个手势。我疑惑，差这么多。反应过来，不对，3个也算群殴，本人受不了这个委屈。提起2小只，我快步朝着岸边跑去。这里叫赶海村，是临海市最靠海的几个渔村之一。几个月前的一个夜里，海面翻起滔天巨浪，一夜之间，赶海村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野里。小女孩朝夕和她弟弟朝暮，就是那次事故的受害者。耳边又传来窃窃私语，我循声望去，竟是1里外的一座小楼。我取出一块玉佩，玉佩造型奇特，犹如一条没有鱼鳍的鱿鱼。自从我拿到它后，我发现我耳聪目明，一旦有鬼魅谈论到我，我立刻就会听见，简直就是群众意见收集神器。没挨过骂的人真心建议佩戴。2小只这时也看到了我手里的玉佩。小男鬼：哇哦，阴司妖牌哎！小女鬼眼冒星星，原来姐姐还是个官呢，好厉害啊！小男鬼：姐姐这个借我耍耍吗？我给你捞个 LV 包包。我提起它就扔到一边，问小女鬼：这叫什么阴司妖牌？小女鬼激动地点头，听说拿着牌子的人就是当代地府判官，可以通阴阳，小生死，引渡亡魂，直达丰都。这么拽，我眼前一亮，停下脚步，我想也不想，抬手就指向了眼前的海面。以丰都大帝之名，天下鬼魂之宗，鬼魂狩猎于天，丰都之门开。天地间一道奇异的光芒一闪而过，我手中的腰牌飞起，在一道旋风中，它发着明光，悬停在了我的手心。2小只惊呼，捂住了嘴，我也吃惊。紧接着，海水开始沸腾，一道幽深的洞口在海面缓缓展开，凛冽的风在洞口盘旋。我听到洞口内古老的呐喊，黄泉气息扑面而来。前往丰都的大门竟然真的打开了。丰都是地府的前站，也是阴间最高主宰，丰都大帝阴长生的道场。据传，真正的丰都鬼城横跨阴阳，主导生死，甚至在人间有实质的城池。2小只惊喜，丰都之门，我们可以去投胎了。我一手一把将他俩提起。不着急，这个门给别人。走你！我一脚踢出，面前海水突然出现一个透明的人形。2小只惊声尖叫，谁也没有发现这人什么时候潜伏到了我的身旁。而伴随一声纳尼，丰都之门迎来了他的第1位外国旅客。我带着2小只抓紧撤出海滩，然而这时已经晚了，10数个黑衣人从4面8方冲出海水，将我包围了个里3层外3层。他们开口：老大，李相柳，你把我们老大弄哪去了？我回头看了眼已经关闭的丰都之门。什么老大？哎，我没看到呀。你们是不是出门没带他？要不回去找找。被绑架了，劫匪要求我赔他们一个老大。午夜，海面波光粼粼，碎了一轮新月。我被绑上了一艘轮船，一个叫吐玉门旗的扶桑人面目狰狞，将一把匕首狠狠插在了我面前的桌子上。茅山的小鬼，那2只小鬼已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，你赶紧把我哥从丰都弄回来，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。半月前，我在隔壁是一座古墓干掉了一个叫吐玉门修的阴阳师。很明显，我这是捅了马蜂窝了，他大哥3弟给他找场子来了。当然，大哥这会儿快要见到2哥了。我踌躇了一下用词，尽量不激怒他。那个老三，你2哥死得惨，其实我挺同情的啊。3哥，我要砍了他。一个红发杀马特拿起刀子，血红了眼。吐玉门旗赶紧拦住，冷静，坂田君，大哥还在他手上，我们不能冲动。杀马特抓着阿奇的胳膊，情绪很激动。可是3哥，那是丰都啊，大哥能活下来吗？这都快半小时了，再不去救他就来不及了。他冲动就要来砍我，我吓了一跳，赶紧道：能，肯定能救下来。红毛兄别冲动，冲动是魔鬼。你想想你们老大，3国看过没有？
关二爷死了，刘老大一冲动，所有人都……场面突然沉默，所有人看向我。还是你们聊吧。我要杀了他！红毛疯狂。我一拍腿，行，我去找他。吐玉门旗神色一变，你什么时候解开的绳子？我挥了挥手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西西五折为俊杰。吐玉门旗皱眉，转头，这话是不是有人说过？旁边参谋眼中闪烁着睿智，我曾在族书里看到类似的句子，应该是契约。梁小芝这会儿也被带了进来，看得出两人没遭受什么虐待，相反，两人还缴获了一点东西。姐姐头上多了一根发卡，那似乎是一件阴物，可以佩戴在鬼的身上，和鬼同样隐身，算是很不错的宝贝。我疑惑地看向了弟弟，他手上多了一根雪茄。Uncle， 点一下。旁边扶桑人不耐烦地给他点着了雪茄，随后就见这小鬼找了个花盆，把雪茄直直插了上去。呼，他期待地吸了一口。嗨，妈呀，我要死了！我嘴角渐渐地翘起。你对他们很上心吗？吐玉门旗眼神突然带着戏谑，把这两个小鬼抓起来，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俩的魂魄。我心底一惊，不是，我都答应去救你老大了，你耳朵聋了？吐玉门旗不管不顾，支那人奸诈，必须让他们看到违背我们的下场，才能让他们听话。我服了，这么玩是吧？那我告诉你，这两个崽是我留在人间的坐标，我等下去风都救你老大，想回来还得靠他俩给我指路，他俩要是没了，你就不怕我给你老大在那边办个常住户口吗？吐玉门旗冷笑，坐标？我有的是坐标。他手伸来，一只黄褐色的无尾妖狐从他手心一跃而出，落地化作一只2米高的妖狐。而随着妖狐一声嘶吼，5条狐尾穿透船舱，再收回，数个海上游离的冤魂就被抓了上来。吐玉门旗张开手，邪笑道：“你说你想要多少坐标？”我沉默，第一次觉得这个人很不好对付。吐玉门旗嘲讽笑道：“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坂田君杀了那只小鬼，他想给那红毛出气，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等会儿。”我看向吐玉门旗，你说的对，这里的确不缺阴魂，少不了我的坐标。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阴魂？吐玉门旗不屑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手指指向船外，冷冷道：刚才他们喊得有点乱，我没听清，但是他们现在统一了，拼命想告诉我一件事。什么？他来了！风声突然传来，吐玉门旗瞳孔一缩，我手指的地方，一片阴影袭来，突然将轮船遮蔽，沉重的海水呼啸而下，带着浓烈的腥气。我耳边疯狂传来弟弟的鬼叫声，后退！我下意识向后一跳，紧接着一条足有筒子楼粗的青黑色触手便从我面前一拍而下，轰一声，船舱破碎，凌厉的风压瞬间将我拍飞了出去，木屑和折断的钢铁在四面纷飞，我惊得喊出了声。身后便是大海，一条条青黑触手盘踞海面，就像是加勒比海盗中的巨型章鱼。而眼看我就要掉下去了，一只手突然将我抓住，用力一拉，将我从破碎的轮船中提了起来。头顶一轮皎洁圆月，温润如玉，脚下数条青黑色触手卷入了轮船，随即触手猛然一震，轮船吱呀一声破碎，那具大章鱼怪物裹着破碎的轮船窜入了海底，一声悠长的鸣叫从海底传来，我浑身被凉意浸透。抬头，朝夕姐弟俩带着10数个阴魂拽着我的手，正吃力地往上爬飞，我心有余悸地咽了口水。而四边逃脱出来的吐玉门族人已经各自召唤式神腾空而起，一只无尾妖狐，一只飞头蛮，还有3个幽浮灵。20多个吐玉门家族的人竟是只活下了5个。红毛目眦欲裂，阿加，伊川，啊！吐玉门旗也血红了眼，抬头杀了他。几人立刻冲我而来，我收拾不及，在半空中压根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冲着下面喊道：“老三，小心脚下，别管我！”吐玉门旗浑然不理，然而下一秒，海面被冲破，一颗红珠冲天而起，随后一张血盆大口张开，露出里面如同绞肉机般锋利的排巨齿，一只巨大灯笼鱼跃起，血口扑向了所有人。又一只，我脑海一凛，身上装备已经被拿走了，此刻倒真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了。耳边传来弟弟的声音：“姐姐开门！”我死马当活马医，抬手，丰都之门，旋风再起，玉佩从吐玉门旗腰间窜出，落回我手心，那道门户重新在我面前张开。我拖着一手的阴魂，赶紧跳了进去。身后传来无尾妖狐痛苦的哀鸣和那怪物愤怒的嘶吼，应该是吐玉门旗御使无尾硬挡了那怪物一下。休想走！吐玉门旗的声音有些虚弱，怒吼间，一只狐尾冲入丰都之门，攀在了丰都鬼城城门的黑砖上。2道身影随即被无尾抛入丰都之门，无尾虚弱的哀鸣一声，狐尾消散不见。巨大灯笼鱼腾起，青红色的眼睛冰冷地望了进来，随即落下，传回来巨大的落水声。旋风渐渐消散，丰都之门关闭。姐姐，这里就是丰都吗？小女鬼有些不敢置信。说是丰都鬼城，我们却是在一座雄伟的城关面前，墨色的石砖，铁青色的城门，城门极高，费力仰头才窥得顶，威严肃穆，
亘古不朽。除此之外，天阴沉的可怕，风也寡淡，了无生气，丝毫不见人烟或者鬼烟。大概是，不过咱是不是先管管这俩？我看着跟进来的土玉门旗二人，有些头疼。这俩八嘎怎么也进来了？土玉门旗脸色苍白，死死盯着我。他的式神无尾妖狐被那条灯笼鱼打散了，此刻被反噬，受伤应该很重。我想了想，咳嗽了声，伸手给他展示背后的阴森鬼城。老三，你看，之前答应带你们来救你们大哥，我果然就带你们来了。不过可惜你大哥不在这，但你不用气馁，有一件事我可以100%保证。我看着他，信誓旦旦道：你小弟等会儿都会在这。土玉门旗急怒攻心，一口血直接喷了出来。我眼前一亮，从地上抄起块石头就冲了过去。三哥，红毛目眦欲裂，李相柳，我要杀了你！他带着他的式神飞头蛮就冲向了我。飞头蛮，传说中的长颈妖怪，贪恋人血的午夜恶魔。据传他会在午夜从主人的脖子上脱落，潜入夜色中去害人吸血，世界各地都有他被发现的记载，可以说是臭名昭著。飞头蛮披头散发，尖牙利口，还没冲到我身前，长得可怕的头发就已经如利剑向我捅来。我想也没想，石头就砸了过去。砰一声，石头正砸在了他的眼窝里。飞头蛮痛嚎了一声，头发一下子缩了回去。再睁眼，我的脚尖已经从他头顶掠过，我稳稳地落在了他的身后。而在别人眼里，我就是抱了块石头冲过去往人脸上一扔，再一个大跳从人头顶跳过去，纯纯的流氓打法。红毛忍不住怒骂：茅山传人就这点本事吗？竟用些不入流的街头把式。我半点不理他，咬破指尖，手指极快的就掐了个剑诀。乾坤无极，风。看也不看，我手指向后一点，一点嫣红便后发先至，点在了刚转过头正想偷袭我的飞头蛮眉心。红光闪烁，原本凶蛮的飞头蛮眼神瞬间呆滞，僵挺在半空一动不动。这是养血封阴的手段，人的身体中有3处至阳之血，心头血、舌尖血、指尖血，利用得当就可以破血。不过不建议多用，用多了会虚。梁小只见我一招就拿下了飞头蛮，高兴欢呼：姐姐，打死这个红毛！他脑袋比我的还难看。放屁！红毛恼怒，疯狂施法想让飞头蛮动起来，然而马上他就慌了，大惊失色：你对我的式神做了什么？我笑了，不是你说的要见识我的茅山手段吗？怎么怕了？红毛向后退去，我自然不会放过痛打落水狗的机会，上去一脚踹翻，他还挺倒霉，头直接磕在身后一块石头上，晕死了过去。我兴致勃勃地补了2脚，想再来一脚，突然我感觉周围开始变冷，一片雪花落下，我眼瞳一缩，立刻后退一步，随后就见一只雪白的手从我刚才站的地方探出，差点抓到我的脚踝。式神雪女，雪女，这是岛国传说中掌管冬天下雪权力的女妖，实力不弱。土玉门旗脸色发白，站了起来。李相柳，不要以为我没有一战之力，你的血风之术不会持续太久，到时候我们2个式神，你身上又没有法器，你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识相点，带我找到我的大哥，开门让我们出去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我皱眉，随后摇了下头。土玉门旗目光冷了下来，很遗憾，你选了一条死路。我看了眼脚下，废话，这里是地狱。土玉门旗，再说了，我淡淡道，选错路的不一直是你们吗？土玉门旗眯起了眼睛，从你哥土玉门修踏足华夏那天起，他犯下的所有罪我都记在了你土玉门家族的账上，你以为今天是你找到了我，但就没想过，其实是我抓住了你们吗？土玉门旗神色一变，这里是赎罪的地狱，我无权放你们离开，毕竟我也只是替人讨债。我手中掐诀，再次用指尖血起咒：太上敕令，唤汝孤魂，鬼魅一切，四生沾恩，素质，听吾令行。急如律令，拘灵。一指点地，阴风四起。这是拘灵之术，专门用来召集四方的孤魂野鬼。而这里是丰都鬼城，世间最不缺鬼的地方。鬼笑声从我身后的鬼城接天而起，我脚下土地震动，一只鬼手从地下拔地而出，成千上万的鬼魅几个呼吸间就将此地占满。这是几千年来流落在此的孤魂，因种种原因不能轮回转世，又不愿接受地府审讯，于是滞留在此。此刻他们被召唤而出，眼中是对一切的怨恨。我掐诀指向土玉门旗，冷喝道：华夏儿郎，猪贼！万千怨魂长啸，齐飞土玉门旗。一时间场面恐怖至极，红毛胆寒，止不住后退。然而这本就是包围，哪里能逃？万千怨恨之鬼一瞬间将2人淹没。我呼了口气，终于是放松了下来。然而弟弟惊声：姐姐，你看那个雪女！我看去，竟是发现怨魂围攻土玉门旗2人的关头，土玉门旗的式神雪女竟然站在一旁一动不动。我心思何等缜密，只一瞬就想到了原因。不好，这必故事有反转。与此同时，怨魂群中突然伸出数条狐尾，怨魂惊叫，被狐尾横扫，打飞了一片。被打散的无尾妖狐竟然重新出现了。此刻土玉门旗毫发无损站在原地，脸色红润，
丝毫不见刚才的苍白，反而他嘴角还带着一抹神秘的笑容。李相柳，你真以为你能打开丰都之门，逃到这里是因为你的运气吗？他还装起来了。我捧了一手，哦，不是吗？吐玉门齐大笑，如果不是我想要进来，凭你一个小小茅山传人，哪有可能从我手里逃脱？实话告诉你，那2头海怪可并不是意外。我皱眉，脑海中有了一个猜测，那2头海怪是你们叫来的？不错，不然，呵呵，如何让你心甘情愿开门，让我们进来？他手里托起了一面明镜，此刻闭上眼，念起了咒语。而随着咒语念动，那镜子表面升起涟漪，那些我原本以为已经死在海上的吐玉门家族之人，一个个竟从里面跳了出来。他们也没死。他微笑，慢慢睁眼。李相柳，为了让你开门，我可损失了一条轮船。人啊！吐玉门齐愕然，手下提醒三哥。那在远眺，他终于看到了跑出老远的我，一手一个小鬼，我像个偷懒回家的貂蝉。回头，我大声喊了句什么，太远，吐玉门齐没有听到，而幸亏他会读唇语，他读出来了。你在狗叫什么？我听不见。噗！他一口血直接喷了出来。给我追！我快步跑到了丰都城门口。城门有一道缝隙，相比其高可见云的城门，这道缝隙显得微不足道。然而我离近了，生理和心理上完全是震撼。简单形容，蚂蚁上高速了。眼前一片漆黑，完全看不清城门后是什么样子。我又跑了一会儿，眼前才出现些光亮。我从那个方向冲出了黑暗，一瞬间的错觉，我好像穿越了一个世界。入目是一双挂着眼屎的眼睛，我眼睛微眯，眼前阔鼻大眼的乞丐老头眼睛则惊恐地睁到了最大。他慌张道：道士啊，鬼城闹道士了！他四脚并用，连滚带爬向着远方飘去。我懵了，闹道士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而更吃惊的是，我头顶夜空星月明灿，不复荒凉，我穿越那片黑暗，像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眼前出现的竟然是一条现代化街道，涂着白面粉脸的鬼小姐搂着西装男在逛街，穿着古装的辫子男和一个杀马特在下棋。一个小孩抽了一老头一嘴巴，问他是不是忘了谁是谁的爹了。街边高楼上还有巨屏轮播广告，警惕小额赌博陷阱，10个亿的小赌也能养成大赌鬼。公安部表示，新生果上户口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鬼，可爱鬼真不能写户口本上。秦始皇召开记者发布会，再次提倡要尊重公民名誉权，严厉打击那些利用他人姓名招摇撞骗的犯罪行为。始皇最后表示，始皇冒充犯，抓到腿打断。极品阴楼楼盘底价大甩卖，我连同2小只全都懵了。而原本和谐的街道，此刻也陷入了混乱。道士，道士，妈妈呀，快来救我，我还不想活，我不想投胎。那个就是道士吗？长得好可怕，全身都阳气逼人，我要吓尿了呀！闭嘴，快逃！要是被道士抓去投胎，就那么几个新生，你铁定要被投胎成狗子。那么大个街道，几个呼吸就看不到鬼影了。弟弟懵懂扯了下我的裤子，刘姐，你要不回吧，太吓人了。我呆呆的点头。我亲眼看到2个断头鬼看见我，吓得头都飞了，两鬼抱着对方的头就跑，一路撞墙，那叫一个喜庆。不过回是回不去了，丰都之门一天只能打开2次，不然刚才在门外装完13，我早就跑了。谁有病进来这样？这里不正常，比我还不正常。身后又传来动静，我拔腿就跑，瞄了一眼旁边的公交站牌，下一站派出所。我就不信了，好歹我也是个判官，怎么第一天上班就人嫌狗气的？沿着马路跑，我直奔派出所。一路鬼叫连天，城市混乱，所以没等我跑到地方，几辆警车已经闪着灯把我包围了起来。数十个全副武装拿着盾牌的警察鬼一脸紧张盯着我。那位道士小姐，请马上放下手中的人质，不要做无谓抵抗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我看了眼手中2小只，赶紧放下。警察同志，自己人啊，我是判官。我举起玉佩，冲着其中实力最强的一个警察高兴地摇了摇。王局长一愣，破四旧都多少年了，怎么还有人叫自己判官？反应过来，他盯着我手里的玉佩，缩成线的眼睛一下睁到了最大。封建余孽，马德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懵了啊！封建，这还是丰都吗？这还是阴间吗？你们怎么这么红正亮啊？然而周围一群鬼已经面露不善围了过来，好像封建余孽触动了他们什么神经。眼见不妙，我当机立断大喊了出来，我举报！还有10几个封建余孽跟在我后边刚进来，他们还拐带山村妇女，捕捉虐待珍贵野生动物，你们快去抓人！我手指指着来路。王局长不为所动，先把他抓起来，其他的等下再说。然而他刚说完，一个鬼警跑来，慌张道：局长，城门口又发现10几个身上带着灵气的人，鬼城闹道士了。什么？快叫支援，叫支援！所有人吓了一跳。王局长，你们几个把这些人先抓起来，关进号子里，其他人跟我来。我一点不带反抗，反正明天就开门回去，蹲监狱对我毫无影响，监狱反而更安全了。我喜滋滋地道：王局长，要是抓不住他们，
就跟他们说我蹲监狱去了，明天就开门。或许是我之前举报的缘故，王局长听了我的话，皱眉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我又问，监狱分男女吧？分。那你告诉他们不分。半小时后，我被送到派出所，并被火急火燎地押进了监狱。见我被关了进去，几个警察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，终于把这个道士关进去了，差点就光荣复活下去投胎了。我瞪大眼睛，哇啊！少女般的尖叫从几名警察雄壮的喉咙里喊了出来。我嘿嘿一笑，而且警察都没敢搜我身，玉佩还在身上，我心安理得地在监狱里住了下来。而没多久，王局长亲自押送红毛还有2个土玉门旗的手下进来了。土玉门旗没抓到吗？弟弟指着红毛就问，他什么档次啊，跟我们住一个监狱？王局长额头青筋直跳。我也问道，领导，他们老大呢？而且不是说好了监狱分男女吗？王局长哼了声，没好气地道，谁和你说好了？你们都是危险人员，在上面决定好怎么处置之前，统一在这座监狱管理。我警告你们，千万不要惹事。几个小日子看我的眼神透着阴狠。梁小芝立刻举手，局长，我举报，他们不怀好意。王局长头疼，会把你们分在不同监牢，不必担心，我们也是有操守的。我放心下来，捋了下袖子，神色不善地看着红毛道，很好，你成功拯救了3条生命。几个小日子面色不善，王局长忍不住扶了下额头。原本好好的，正做梦升职加薪，迎娶白富美，可突然就来了一群道士，社会影响这么恶劣，人民群众担惊受怕。而要是再出事，他这个丰都公安局长怕是要去投胎了。而以现在的生育率，投胎回去，本局长怕不是会被随机成狗，随机成旺财。王局长一想到这，牙都要咬碎了。告诉王局长，这几天他的活我接了，另外告诉特警队，赶紧把那些人抓起来。王局长说完，大手一挥，把他们给我压下去。红毛几人被带走。我又多看了3人几眼。土玉门家的老大这会儿不知道在哪，土玉门旗现在在被丰都之城的人追杀，他现在完全是顾头不顾腚，被抓走几个手下我是说得通，只不过红毛怎么也被抓了。我有了一个猜测，而没等天黑，我就知道我的猜测是对的。一个纸人贴着墙角从红毛关押的地方摸了过来，这是阴阳师惯用的手段，而这纸人明显是过来送信的。他进到我的监牢，落地展开，上面出现几个大字，今晚我们祝你越狱。我一愣，他在口吐什么狂言？谁要出去啊？我越看越觉得古怪，不过想了想，我认真在上面写道，子时不见不散。纸人得到回信，立刻又站起，转身摸着墙角回去了。而我提起梁小芝让他俩站岗，我躺床上歪头就睡。人间这会儿还是晚上，正是睡觉的好时候，迷迷糊糊中，我似乎听到有人在拍打栏杆，急促愤怒，着急慌张，李相柳，醒醒，李相柳！我转身蒙着被子睡了。再醒来，天都亮了。梁小芝正蹲在地上下五子棋，姐姐一笔画出五子，高兴地跳了起来，耶！转了一圈，弯腰一个掌崩，把弟弟打个后仰。啊！姐姐再来！正说话间，我眼角又看到那个纸人趴着墙角进来了。纸人爬进监舍，摇摆了一下，突然开始燃烧，燃起的灰烟在空中凝聚，竟是凝成了一张人脸。老三，土玉门旗，别叫我老三！他盯着我，似乎极其愤怒，强行压抑着嗓音。李相柳，说好子时越狱，为何我的人过来，你无动于衷？这是啊！我恍然大悟，叹了口气，难过道：不是我不配合，是我的身体出了点状况。你的身体？土玉门旗脸色一变，在我打开门让他们回去之前，他是绝不会让我出事的。你的身体到底怎么了？我发现我最近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已经熬不了夜了。我认真道。土玉门旗一下愣住，熬不了夜，所以我就睡着了。吭，空气瞬间凝滞，一时间气压似乎都变低了。土玉门旗面容颤抖，牙咬得咯咯作响。李相柳，你一个道士被抓入鬼狱，原本只有死路一条，是我不计前嫌，派我的人进来救你。整个过程我花费了巨大代价，而你现在居然告诉我，你他妈不能熬夜，睡着了。我理直气壮地回答。土玉门旗一口血又喷了出来。诶，我为什么要说又？我关切地看着他，老三，你不会把自己气死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。土玉门旗的表情逐渐狰狞。你得挺住啊！你想想，你二哥已经没了，你老大，其实我也有个事忘了告诉你，就是这里的留宿跟外面不一样，外面1小时，这里面已经半个月了，所以你老大8成也已经在这边上户口了。哎，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发现个规律，你看，你家老大老二都没了，你现在死不算是英年早逝，倒算是顺位继承。老三啊，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啊？我期待地看着土玉门旗。啊！土玉门旗表情失控。李相柳，我就算做鬼也要杀了你！土玉门旗的人脸在狰狞的嘶吼中消失。梁小芝目瞪口呆，默默竖了个大拇指。哼！我叉腰挑挑眉，高兴地回去睡回笼觉了。睡到中午，也就是我昨天第一次打开丰都之门的时间。
我知道我是时候回家了，只是我皱了皱眉。姐姐好奇地问：姐姐，你不是要回家了吗？怎么不开心？我叹了口气，没办法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涂老三，亏。姐姐愕然，弟弟煞有其事地点头，等会儿出去放风，我帮你告诉红毛仔。那行。两小只被关进监狱，完全是因为我的原因。我一走，他俩也就没有被关的必要了。一切结束，我拿出腰牌，举起，沉声念道：丰都之门，开。呼，一道风吹过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开。我慌了，手中的腰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我往前一扔，屁呀！腰牌直愣愣摔在了地上。难不成监狱里面不能打开丰都之门？那岂不是说我要在这待很久？我眼前一黑，仿佛看到了我太奶在对我微笑。快去请如来佛祖！呸！快去请涂老三！午后放风，监狱操场。我咳嗽一声，慢慢靠近红毛三人。三人很疲惫，一脸黑眼圈，看到我过来，却是毛都炸了起来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对他们干了什么难弃逐难书的事呢。我打了个哈哈道 ：What's up, man？ 今天天气不错，你们心情好吗？红毛炸了，你他妈的李相柳，你别以为在监狱我们就奈何不了你。我摆摆手，口吐芬芳，先等一等，我来可是有个重要的事要传达给你们老三，你赶紧问问他，今晚有没有兴趣一起越狱？红毛瞪大眼睛，你还来耍我们一次不够是吗？今时不同往日，我认真考虑了下，还是决定接受你们的建议，所以今晚子时咱们不见不散。红毛还是不信，狐疑看着我，你在耍什么花招？我面露真诚，笑道：一个被鬼抓起来的道士能有什么坏心思？红毛沉默，旁边一个小弟子小声凑耳道：他说的好像是真的。红毛有所异动，他毕竟是想出去的，只是还是觉得不放心。我趁热打铁，直接敲定计划，那就说好了，晚上子时不见不散。转身要走，红毛却拦住了我。红毛恨恨地盯着我，问：你一般几点睡？昨晚他把栏杆拍扁，声嘶力竭，呕心沥血，掏心吐胆，结果人没醒，我直接给他一个坚定的眼神，就子时。转身，我大步走了。而一转身，我已经在脑海里开始琢磨后续的问题了。第一个问题，子时是几点来着？监狱有闹钟吗？要不要抢那个小鬼的儿童手表？还有，要是真醒过来，越狱出去了，我怎么从土御门旗的手里逃脱？那家伙虽然爱装，不过实力还是不错的，一只无尾妖狐，比他二哥的大天狗都只强不弱，单挑明显不是对手，群殴不提也罢。本掌门这辈子都没打过这么不富裕的仗，苦思冥想，没找到破局的办法。而也就在这时，我突然看到王局长黑着脸从我旁边的围栏外路过。我随口道：王局，我啥时候能出去啊？王局长不耐烦道：48小时拘役，才1天你就受不了了？老实待着，别来烦我。卧槽！我惊出声来。远处的红毛注意到，投来疑惑不安的眼神。我毫不犹豫回以坚定不移的眼神，甚至抬起左手捶了下胸口，献出心脏。红毛眼神一变，同样抬起左手捶了下胸口，模样虔诚不已。果然，把头发梳成2B 模样，基本是个2次元。午后又回到监牢，在大胜了弟弟30局5子棋后，我哈哈大笑，志得意满，躺下睡觉了。而这一觉，再睁眼，天好像黑了，耳边依稀传来嘶哑的呐喊：神啊，谁能让他醒下？我睡眼朦胧，侧头看去，红毛几人跪在我监牢外，眼中似乎有泪花。两小只蹲在他们面前，弟弟还拿头上的海草逗他。蛮狠的呀，弟弟。弟弟赶紧把头发收起来，讪讪笑了一下。红毛看到我，立刻激动起来：李相柳，快！时间快来不及了，我教你怎么开门，我们快走。我笑容满面，一步一步走到他的跟前。红毛激动，立刻就要教我怎么开门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越狱啊！来自青藏高原的高音让红毛一瞬间就捂住了耳朵，可耳朵捂住了，话语中的内容却是一刀刀扎进了他的心窝。他表情此刻都有些破碎，人不能，至少不应该。我桀笑着点头，伸出2根手指补充道：掉进同一条河里2次。红毛眼睛顿时睁大，啊！他抱着头惨叫。狱警匆忙赶来之后，王局长火急火燎也跑了过来。满脸破碎的红毛就这么被压了下去，他关押的时间也由原来的48小时加到了1年。王局长再次警告所有人安分点，随后也离开了。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直到所有人离开，我才重新躺回了我的床上。而如此，便到了我刑满释放的时候。第2天，风和日丽，王局长亲自送我到监狱门口。虽说你们造成了社会的动荡，但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，倒是必须死，所以你才捡了个便宜，可以从这个监狱出去。出去之后，你就给我从哪来回哪去。那块腰牌这会儿应该能用了，我建议你现在就离开，要是让我发现你还在丰都逗留，哼！王局长十分不客气。我默默点头，而这时候我也感觉到我的阴司腰牌似乎有了些变化，可以用了。还是说我取出腰牌打量？王局长也在这时催促，
快打开门回你的人间，你不属于这个地方。我仔细看着他，不对劲，不对劲，什么不对劲？我举起手中的腰牌，劈了一下 BIA 在了他的脸上。我他妈什么时候又中幻术了？王局长的脸上闪过一丝愕然，随即逐渐阴沉。我眼前的画面也在此刻开始破碎。荒凉的天空，寡淡的云。我此刻依旧在丰都之城城外，眼前土御门旗一众人一个不少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面容冷硬的男人站在土御门旗旁边。看身形，正是刚开始被我一脚踢进丰都之门的土御门家族老大土御门柱。他竟然被找回来了。土御门旗苍白着脸，不敢置信道：“你怎么可能发现？”我看了下旁边，梁小芝也在，只是脸上多了些茫然。看样子他们和我一样都中了幻术。我冷眼瞥了土御门旗一眼，倒也简单，只要想明白我在怎样的条件下会放你们出去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是绝对不会放你们出去的，所以除了用幻术迷惑我，你们没有任何办法。这场丰都之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幻术。我能完全确定真实发生的事只有3件：土御门柱被我踢进丰都，海兽袭击，我们所有人进入丰都。在土御门柱被我踢进丰都后，土御门旗便开始计划让我重新打开丰都之门，找回土御门柱。第一场海兽袭击就是他逼我开门的表演，这应该是真的。海上那么多冤魂，他没办法全部做手脚。而进门后，他接下来的计划就是找到土御门柱，再让我打开丰都之门送他们离开。我应该就是在这时候中的幻术，时间应该就是无尾妖狐重新出现，我大惊，心房松动的时候。在我中了他的幻术后，土御门旗便安排人去找土御门柱，而我就被带入了幻境。这是一场从头到尾的完美计划，而这个计划制定仅只花了1个小时。不得不说，土御门旗是个天才。不过天才不就是用来被打击的吗？我淡淡道：“你想法倒是不错，不过你何必自作主张要把我从监狱放出来？明明在那里，我会更安心的开门。”土御门旗脸色很苍白，冷漠道：“你不需要知道。”我冷笑一声，让我猜猜，是不是你太菜？你的幻术只能按照我的意愿展开，所以我在幻境中所看到的都是我主观意识中的丰都，你只能装扮成幻境中的人物进行引导。土御门旗嘴硬，呵呵，胡说八道。看来我猜对了。我笑着看了一眼他胸前沾血的衣领，土御门旗脸色更加难看。在土御门旗的幻术中，我仿佛走进了自己内心构建出的丰都世界，一切以我的意志展开。土御门旗更像一个 NPC， 引导我去怎么想怎么做。不过我是一点也没如他意，看给孩子气的。我笑着继续道：“我想想，因为我潜意识里面一直认为，关押在丰都监狱不能打开丰都之门，毕竟阴司判官也不能大过律法，所以你迫切想让我出去，然后再一时大意放掉什么的，让我在外面打开丰都之门。不过显然，你个菜比的幻术全是破绽，竟然把我直接从派出所送进监狱，还48小时拘役，你家48小时拘役在监狱呀？哈哈哈哈！”土御门旗的浑身都颤抖了起来。这么说，你早就知道中了幻术？当然，所以你在幻境里是故意气我的。我骄傲。噗，鲜血打湿了他的衣襟。发现中了幻术的时间自然不是那么早，不过现在要多早有多早。我冷哼了声，继续道：“竟然还有脸吐血。想你国9尾天胡玉早前幻术何等超凡脱俗，以假乱真，不想他的血脉落在你的手里，竟落得如此不堪，简直垃圾。我要是玉早前，等你回去，我立马就清理门户，宰了你个死废物！”砰！无尾妖狐浑然落地，杀了他！土御门旗发疯了。我咬破指尖，捏咒待发。行了。正剑拔弩张时，土御门柱说话了：“旗，你不应该让对手影响到你的心境。如果你一直这样，不够冷静，你这辈子都无法站在玉藻前辈面前。”可是，土御门旗还想反驳。交给我吧。土御门柱沉声打断，他上前一步，掐诀念咒，数个纸人从他衣袖飘出，几个呼吸间就将这片天地占据，封锁了我的退路。李相柳，这一场的确是我们小看了你，不过到了这一步，你还以为你有办法逃脱吗？我看了眼左右，是我逃不了了。那便开门吧，我会给你一个痛快。土御门柱声音透着冷意。我侧头看了眼他背后的土御门旗，突然笑了。你笑什么？我问向土御门旗，土老三，还记得第一次开门前我对你说了什么吗？土御门旗此刻情绪平静了不少，听到土老三仅只是太阳穴跳了2下。他咬着牙道：“你说你回到人间需要一个坐标，那2只小鬼便是。不过你若是想说只有这一个坐标，回不去了，你猜我们会不会信？”我打了个响指，聪明，坐标自然不止一个，所以传送回去自然不止一个地方。而我现在有2次开门的机会，所以我笑道：“你们想好去哪了吗？”土御门旗皱眉，刚开始想，不用想。我大手一挥，直接打断。现在有2个去处，一是跟着我，二是去我打开的另一道门。至于门后是什么，你们自己猜。红毛反应过来，这怎么行？你要是把我们带到你们的包围圈，我们岂不是死定了？也没人让你们跟着。土御门柱也意识到不对，抓住他，不能让他随便开门。
众人神色一凛，立刻动手，一只只式神出现，直奔我而来。我哈哈大笑，土玉门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以为今天是你们找到了我，但就没想过，其实是我抓住了你们吗？抬手，丰都之门开，2道门户一左一右在我身前展开，冲我而来的式神立刻停下脚步，生怕一步直接冲进那门户里面。我抓住时机，提起2小只一跃而起，身后几个偷袭的纸人瞬间砸在地上，剧烈的爆炸夹杂着火焰烟尘，将我的身形淹没。土玉门柱大喝一声，手掐法诀，凌厉的风急切吹向烟尘，想找到我在哪。等烟尘四散，我站在2道门户前，长衣随风而动。莫以为我茅山道法凋敝，尔等弹丸小国就有机可乘，须知乾隆在渊，腾飞必9天。不久的将来，我会亲自去岛上讨教，而今日你等犯我边境，姑且先留下待价吧。我一步踏出，进入1道门户，而即便我已经回到人间，2道门依旧没关。土玉门柱脸色难看至极，土玉门起咬牙道：“不行，这必须选，我们不能留在这里。”所有人看向那2道门，一道是我进入的那道，阳光、沙滩、碧海蓝天，看着极其和谐。但越是如此，他们越不敢进入。而另一道门，青山绿水，清泉白石。土玉门柱不敢犹豫，怕我关门，直接道：“李相柳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，我们进这道门。”他带人冲进了青山绿水那道门。随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周围突然阴森，他们周围突然出现一堆被符咒封印的妖鬼，气息恐怖，凶焰滔滔。土玉门柱大惊：“走，快走！”然而何人敢犯我天师府禁地？倭寇！我尼玛，给我打！往死里打！从丰都之门出来，被阳光一照，我都有点恍惚。这里是夏威夷，半月前给我阴司妖牌的僵尸始祖不死帝君银钩就被我送到这晒太阳，而他的气息便被存在了阴司妖牌里，成为了一个传送坐标。至于妖牌里存储的其他坐标，我是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，是谁的气息。我只不过是选了个气息看着最邪恶、最恐怖、最凶狂的。愿死神保佑他们。我舒展了下懒腰，2小只藏在了我的衣兜里。我转头小心寻找银钩在哪，按理说我传送过来，应该就在他面前，不过找了半天，我竟然没发现。又找了会儿，我突然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四角裤、大爷跨栏背心的大叔蹲在一把太阳伞底下看书，嘴里念念叨叨。我靠近 ，abandon，我眼睛睁大，抓住那本4级单词书往下一拉，剑眉入鬓，刀劈斧削，琥珀双眸，正是银钩。我的妈呀！